作为一个职场妈妈，那你社交媒体可能会给大家一个假象，就是说哦，可能这个人做的比我好，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发的东西都是把我们所谓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那你能看到的是我们最近做了很多活动，可是你看不到的是我们累了，我们做完这件事立刻去躺的这个背后的辛酸。结束话题。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野频道。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团队的一员甜甜 ，Arlo 的资深产品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位职场妈妈。今天我们也会聊一些就是关于 work-life balance 的一些话题，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 work-life balance 嘛。甜甜，不知道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如何平衡，就是家庭啊，还有工作这个时间上的分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可能作为职场的女性，也许会比男性会被更经常的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所谓的平衡，所谓的 balance， 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不管是说我多花时间给工作，给我的爱好，给我的孩子、家庭，你总是要有取舍，一定会有一两个面你是不能完全顾到。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要允许自己犯错，因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你可能也有遇到过，比如你自己或者说其他的爸爸妈妈，由于对自己要求很高，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反而会责怪自己，会觉得自己不够成功，或者说不够优秀，才没有做好这一切。那我觉得第一就是一个想法呢，就是要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去掌握这一切的平衡。也会怎么样关注到，我在哪个地方可能没有做好一些平衡呢？那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工作中，你可能会更容易知道，因为可能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他们会给你一些比较实时的反馈。那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可能我最近也许不够努力，或者说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在工作，或者说你投入的过多了。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尺，能帮助你去衡量。是。那我觉得如果站在家庭的角度，我觉得就是一定就是说跟你的家庭成员要去多沟通。比如说小朋友，其实他们本身是非常的敏感的，你通过跟他们沟通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情绪变化，你其实也是可以去通过这些东西去衡量你这段时间也许分配给家庭或者说事业的时间够不够多，或会不会太少。我也会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说 work-life balance 嘛，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跟随这个 flow 去走，就是不一定要强求说我一定要多少或者是多少一定要做到。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忙了，你多分配一点给工作，然后如果当你工作有时间的时候，多分配一点给家庭或者你自己的一些爱好啊。是，很同意。那我也想问问，就是你在求职或者是你在跳槽的时候，你会去看这个公司的一个团队 work-life balance 怎么样？你会问他们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吗？我觉得是一定要去问的。我觉得可能尤其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同学，他可能在找人生第一份工作实习的时候，他没有太强的意识去问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这个团队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组成，它是什么样的组成部分。你比如说这个公司要求你在家工作几天，去公司几天，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刚毕业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但是我感觉尤其是像我们越往上从初级设计师到中级再到资深的，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我们求职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要展示我们的能力，让他们知道我很厉害，你应该雇佣我，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了解这个公司它的文化，它的这个 work-life balance， 他们的一些政策是不是适合你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是完全在家工作，但我们公司政策非常的灵活，你可以每周2去公司。这个机会就是我们会提供免费的午餐，你可以跟不同的部门的同事可以建立一些连接，就可以跟他们去交谈，去问他们的工作进度，跟他们认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就是我会觉得很自由。当然我也知道，比如说像 Peter， 你可能花在去公司时间会更多，比如说3天，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甚至是5天都去公司。那我觉得如果是你喜欢，你觉得对你的工作，对你跟同事的关系有帮助，
我觉得那就是适合你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说什么样一定是最好的。是的，我相对来说会去公司去的多一些。我自己对于就是 work-life balance 的一个小技巧吧，相对来说我会去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更开一些。我有一点是我不是那么喜欢 remote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生活和工作慢慢融合在了一起。我在家里面也是在工作，我在家里面又有生活，反而我找不到那个界限。现在反而我喜欢去办公室，我会有一种感觉是，我离开这个办公室了之后，我就所有跟工作的一些联系，我就可以切断掉。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或者是陪一下家人和小朋友一起玩。比方说你在跳槽或者在换工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考虑家庭的这个因素吗？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能也是每一个有孩子的人不太能逃避的一个问题。对，那我觉得我是一定会考虑进去，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做计划。举个例子，可能我会有长期、短期计划，也许是接下来的3个月、6个月、1年。那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如果我之后考虑想要跳槽了，那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可能要去哪里上学，或者说要不要增加一个其他的家庭成员，像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都一定会是我在做下一个职场选择的时候会考虑进去的因素。因为我是一个女性，职场女性啊，也很好奇，就 Peter， 你现在在你的团队里也非常有影响力，带领了很多设计师。那你作为一个爸爸的角色，就是家庭的因素对于你的职场选择会有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一定也是会考虑进去的，因为比方说小孩子的一些成长能不能有给家庭一些时间，就是怎么样，就还是回到像我们刚才谈的 balance 的问题嘛，就是怎么样去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一个角色。相对来说，作为爸爸，我可能投入在工作上面的时间和精力肯定会更多一些。比方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出差啊，也是很需要另一半的一个支持，对吧？怎么样能够平衡之间互相的一个付出。对，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咱们的家庭合作跟工作里的团队合作是一样的。如果只是一方一味的付出，另一方他可能就是像一个旁观者，这绝对不是一个 teamwork。那长久以来，对于不管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都会有不好的影响，至少会有一方会比较累。因为我自己做自媒体，做比如小红书，就会有很多身边的人、网友，他们就会问我，你怎么有那么多精力做那么多事？比如说我会发一些育儿的东西、职场的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经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星野设计，我们高频率的有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就让更多人觉得我为什么有精力做这么多？我不想在这里制造任何的焦虑，就是不会有人说所有事情都做到完美。那依然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一个取舍。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当我们花时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会花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些事情的付出一直是单向的这样的输出。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做星野设计，我们做了很多线上线下的设计师的这些活动，认识了更多的同行以后，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事情它反而有一个反哺的作用，就是让我会觉得除了我自己花时间精力，通过跟你们的沟通认识你们，也会让我获取更多的能量。比如说一个很接地气、很现实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非常资深的设计师，你们在职场会比很多人有更多的经验。那我觉得跟你们交谈中，我也可以学习，那本身就是会让我获得知识和能量。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其实我们做星野，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会说，你们是如何在工作还有副业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不光工作上有可能是一种消耗，但是你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来作为一种吸收，这也是一种平衡，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听很多小伙伴也会跟我们说，我在工作当中非常 burn out 的。像我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事，他在几年的工作当中，因为是长时间输出的一种状态，那么他在工作当中消耗了自己很大的一个能量，偶然的一个决定，他去开一家披萨店。那么某种程度上，看似他好像换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一个行业，但是如何找到自己热爱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往往我会觉得我热爱做的事情是能够给我能量，给我一种动力继续去做下去的。包括像现在我们一起在做星野的这个社区也是，就很多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是的，我觉得像 Peter 说这点特别好。当我们做星野设计这些活动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你认识的设计师 A 可能跟你认识的设计师 B， 他们本身也认识。我们真的就是把这些不同的点连成了线，再从线变成面，我觉得这个影响力真的是很巨大。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小伙伴会觉得工作上面的消耗太大，可能想有一段时间作为一个休息，重新再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去找到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在工作的一个状态，也可以尝试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而不是一定要放弃了工作，再重新去找自己的一个定位。我们每天都在工作，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我每天除了工作的压力，下班了好像又有家庭的这种所谓重担，就是觉得没有空间去呼吸或寻找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概念非常的有价值，是我之前在一本书里读到的。它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休息不一定他真正的定义就一定是你要去睡觉，你从你的工作的这个任务中切换到陪伴家庭的时间，再切换到你个人爱好，比如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去旅行，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做一个设计的社群，那我觉得其实这都是一种休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换脑子的休息，而且我觉得这种休息的方式呢，除了你要保证每天的睡眠以外，更高效的一种休息方式。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说像心流啊，甚至是做一些冥想。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些自我调整，寻找到生活当中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跟甜甜聊关于生活、家庭还有工作的一种平衡，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欢迎甜甜下次来和我们分享更多的话题。谢谢大家，拜拜，拜拜。